前段时间发了个帖儿，问大家有什么好游戏推荐，很多人推荐我玩《逆转裁判》。当我玩到第2章的时候，发现这游戏不仅剧情精彩，而且游戏强度也挺高。本来想跳过第1章，直接开始捡第2章，毕竟第1章比较简单，而且属于教学关，但这样会漏掉第1章的部分剧情和线索，所以我想干脆直接从第1章开始，咱们一起细腻的 play 一下这部经典神作。游戏一开始是一个雕像的脑袋上滴着血，有人被杀了，接着是凶手的镜头，杀了人但不想被抓起来，凶手心生一计，得赶紧找个替死鬼，看起来要把这个人污成凶手。我觉得凶手还不如跑呢，虽然跑了相当于认狼，但跑到那种深山老林荒无人烟的地方，说不定还能苟活着。你这想把凶手嫁祸给别人，当那法官和律师吃干饭的。接着画面一转，来到了法院，主角程步堂登场，这名我估计很多没玩过这游戏的人都略有耳闻。这个是程步堂的上司千寻，第一次上法庭就是凶杀案，你很大胆，因为我欠那家伙人情，甚至我当律师都有他的原因。这案子都犯到自己兄弟头上了，罪犯想让自己哥们儿当替罪羊去蹲大狱，这和骑自己头上拉屎有什么区别？这要是败诉了，那不得一辈子阴影。然后自己哥们儿登场了，叫史章，快判我有罪，判我死刑，让我一了百了。怎么了，哥们儿？没有他的人生不如死了。这哥们儿感觉有点那种神经质的那种性格。他全名叫史章正治，23年来经常背锅，但他是个好人，属于那种玩狼人杀一拿预言家必被全票打飞的选手。然后画面一转，来到了法庭。现在开始史章正治一案，原告准备完毕，被告准备完毕。程步堂第一次上法庭，看得出来很紧张。法官说别紧张，先问你个简单的问题缓解一下，凶杀案被害人的名字是啥？我操，忘了。上次提示可以看法庭记录，当然这是教学的一部分。这种游戏主要是2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搜集证据，第2部分是在法庭上找出对方发言的爆点出示证据。现在可用的物证，第一个是律师勋章，可以证明我是一名律师，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有啥用。第2个物证是尸检报告，除了物证还可以看人物档案，忘了人物关系的时候可以看这个捋一下。物证上写着高日美嘉的解剖记录，咱们选一下高日美嘉。被害人的死因呢？尸检报告上也写着被钝器殴打。审判长问什么钝器，原告说是这个陈思哲小雕像，这东西就掉在遗体旁边。OK， 物证又增加了这个小雕像。审判长让原告那边传唤证人，但是这大哥想先问史章几个问题。感觉这哥们儿长得就很像那种要被扛推的好人。史章先生，听说被害人刚甩掉你是吗？不是哥们儿，你这是不是有点引导性的问问题？甩了我就得杀了他，你想表达这意思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很恩爱，只是他最近不见我，也不接我电话，你这叫被甩了。实际上他丢下你到处 play， 在遇害前1天也是刚从国外旅游回来的。然后咱们获得了一个新物证，被害者的护照，案发前1天从纽约回的国。史章一脸懵逼，他是个模特，收入却不是很多。据调查，他似乎有不少干爹，认干爹然后一块 play， 然后要钱。然后屏幕上出现了2个选项，一个是静观其变，一个不让他回答。不是这俩选项有啥区别？我建议增加一个选项，给那个老哥喷一顿。CP 死了，自己成了替罪羊，本来就够烦的，在法庭上还被说你 CP 是鸡，我真是欠里哇呀。程步堂提出异议，史章不知道 CP 和其他男人们交往，而且检方问题与本案无关。检方说这是被告的动机，被律后的愤怒。下个问题，案发当天你去过他家没？去过，但那天去找他并没有看见他。原告说我们有证人可以证明你说谎了，在案发现场推销报纸的山野先生。我操，我看清自己底牌好人，有所谓的证人打我是狼，那个证人不就是狼吗？当然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凶手，毕竟游戏最开始给了凶手的镜头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出他发言的爆点，来发言吧。那天我推销的时候看见有个男的跑出来，那个男的很慌张，门都没关就跑了。我觉得可疑，就往屋里瞥了一眼，结果看到有人的遗体躺在那儿，我害怕没进去，想叫警察，但他的房间电话打不通，所以我从附近用公用的电话报的警。时间我记得很清楚，是下午2点。从现场逃走的人绝对是这个被告，这个发言感觉没得辩呀。我说我没看见屋里有人，你说你看见我离开，然后从屋里看见了尸体，那到底你说的是真的还是我说的是真的？这有点狼人杀的正反逻辑了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这时审判长发话了，你说现场的电话打不通，为啥？因为案发那段时间公寓停电状态，经过证实那个电话属于座机，停电时候无法使用。然后咱们获得了新物证，停电记录。到这儿突然想起来，有人问我玩狼人杀能锻炼逻辑吗？我想说的是，狼人杀根本就不是逻辑游戏。我说你原地干拔，你说你是狼，没必要原地干拔，那你到底是不是狼呢？正反逻辑都能盘，根本没啥逻辑。而逆转裁判这儿有物证这么个东西，说的对不对咱得讲证据，这才叫逻辑游戏。所以说玩狼人杀
充其量就锻炼口才，真想锻炼逻辑，可以玩玩逆转裁判，有点扯远了哈，咱们继续往下看。咱们的上司千寻说，证言和政务资料一定有矛盾，找出矛盾把它出示一下。山野说他是下午2点打电话报的案，尸检报告上说是下午4点死的，明显有矛盾，所以咱们出示一下尸检报告。我这个配音是中文版的哈，我知道大家肯定喜欢看日语版，所以我剪辑的时候都给大家替换成日语版了。这下听懂了，遗体发现的时间和尸检报告时间有矛盾。这时一阵强劲的音乐响起，不得不说逆转裁判的 BGM 真是神中神啊。检方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我操，这还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你快原地下岗吧。审判长问你为啥觉得发现遗体的时间是2点，山野表示要重新表水。发现遗体的时候听到时间了，声音像是报时，估计是从电视上传来的声音。你这爆点太明显了呀，当时停电，电视怎么可能发出动静？咱们出示一下停电记录。哎，假发吓得都跳了一下，然后又是一轮表水，不是听到时间，而是看到时间。现场有个时钟，就是犯人殴打被害人用的那个凶器。我想问的是，你没进屋，你是怎么看清凶器是个时钟的？咱们能出示的物证只有这个时钟，出示一下时钟，看看主角怎么问。如你所见，这是个小雕像，哪里是时钟？检方说这确实是时钟，它的脖子是个开关，按下就会报时。但是这个小雕像一定要拿在手上才可能知道是时钟。证人连屋都没进是怎么知道的？果然提出了我想问的问题。然后屏幕上出现了2个选项，第2个选项莫名其妙呀，一个推销报纸的怎么可能和哥们儿女友认识？那肯定选案发当天他曾进入房间，用那个雕像打人的其实是你。在殴打的时候，因为受到震动，所以那个小雕像就响了起来。你当时听到的是那个声音。然后证人的发言开始磕巴，脸上的表情和任狼没啥区别。山野很愤怒，并冲主角投了一个3分球。审判长问：有证据能证明证人听到的就是这个时钟吗？其实我觉得主角说凶手打人的时候时钟响了，有点增加工作量。证人你就给我解释，你没进门怎么知道是时钟？解释不了，说明你进门了。进门了又说没进门，在这件事上撒谎，你就一定是凶手。我觉得到这 OK 正好。但是剧情安排这么说，估计下面有更完美的证据链。咱们继续往下看。先回答审判长的问题，你怎么证明犯人听到的这个就是雕像的报时？让时钟现在报时一下。第一，我想现在应该是9点25。对话检方，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11点25。这个时钟其实慢了2个小时。证人说的下午2点加上慢的这2个小时，正好是死者的死亡时间下午4点。但你无法证明这个时钟是否在当天就慢了2个小时。我去，这咋证明呀？审判长表示你确实无法证明，所以本案宣布结束对山野的询问。可恶，难道要输了吗？史章好哥们儿得挨枪子了。这时程步堂的上司千寻说话了：就他妈的不要放弃啊，程步堂，我们转一下思路，有什么理由让那个时钟在案发当天慢2个小时？我虽然没想到，但我想得到。除了律师勋章，唯一没用过的物证就是这个护照。被害人案发前一天从纽约回来，而纽约跟日本有14个小时的时差，日本是下午4点，纽约是深夜2点，而从时钟报时听起来就会变成2小时的时差。我去，精彩呀！我觉得能从一开始想到慢2个小时，是因为时差慢了14个小时的人是天才。认狼吧，山野先生。接着把山野逮了起来，最后法官宣布史章无罪。后来得知山野是个惯窃，家里有人就卖报纸，没人就顺人家东西，一天下来卖报纸挣150，偷东西挣2000。那天偷东西的时候被害人来了，山野急了，就拿起了雕像杀了人。第1章的案件结束了，最后还剩下一点小剧情。程步堂你做的很好，史章表示很感谢程步堂的上司，就你的是我，你感谢我上司干啥？那个沉思者始终就送给你吧，千寻小姐。可是物证送人合适吗？其实这个小雕像是我为他做的，一共2个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他的。既然是亲手做的，千寻就收下当纪念了。然后史章对话我那么喜欢他，对他来说我只不过是个玩具。别难过哥们儿，对他的干爹们来说他也是玩具。千寻对史章送上安慰，别难过，有个物证能证明他对你的爱。对话让我证明一下子，我掏出了雕像，你亲手做的时钟，他出去旅行时还带着呢，所以他爱你。史章不信，他可能恰巧需要知道时间，顺手带着。怎么可能因为想看时间带这么沉的表？也有可能是他干爹给他的任务，带着你男朋友送你的礼物哦。OK， 咱们别唠了，庆祝一下你哥们儿的无罪判决。下次也给我讲讲，因为你哥们儿你才当律师是怎么个故事。第一个案子画上句号，但是答应给上司讲故事的约定却永远也无法实现了。第1章到这儿结束了。这游戏我很久前玩过一段时间，也没有觉得很上头。现在再玩这个游戏，我一想到即使在现实中打官司，律师的配置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生死，就感觉立马对这个游戏肃然起敬。现在开坑了逆转裁判这个系列，感觉以后有的玩有的更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看我解说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多3连支持一下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